你知道你是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吗？你知道你能改变预言吗？不要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了解一点宇宙形而上无形的运作方式，把握好自己的意念，在关键时刻确保自己踏入拥有1000年黄金美好时代的地球。不要在不知不觉中想错了方向，走错了地球。我知道大家对未来的各种预言有强烈的好奇心，为了你、你的家人和人类的美好未来，对于美好的预言，你尽可去相信；但是，对于可怕的预言，是否要相信，是否要观看，你可要谨慎了。千万别相信可怕预言，千万别！我会从玄学、现代科学、灵性、社会学几个角度来探讨。我是孜孜以求的 Sean。是的，没错，我说的是1986年，16世纪著名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马斯 Nostradamus 被认为成功地预言了许多可怕的世界大事件。然而，这位常常说出悲观预言的诺查丹马斯却要让你不要相信可怕预言，而且你也能改变未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诺查丹马斯，我们这里就简称他为老诺吧。在1986年，16世纪的老诺找到了著名前世回溯催眠师朵洛丽丝·坎南。朵洛丽丝说，在1986年，一位女士找到他，只是好奇地想看看自己是否也有前世。这位女士回溯到了她的一个前世，回到了16世纪的法国。那时，她是老诺的一名男学生。在催眠过程中，这位女士突然对朵洛丽丝说：“老诺想要和你谈谈。”这让朵洛丽丝震惊不已。老诺对朵洛丽丝说，他那上千首4行诗预言，现被称为诸世纪或百诗集，但没有被后人正确解读。他希望和朵洛丽丝一起重新解读它们。老诺给了朵洛丽丝一种在给他人回溯催眠时可以联络到他的方式。在后来的3年里，老诺通过12位不同回溯催眠者与朵洛丽丝合作。首先，老诺让朵洛丽丝读给他听4行诗，然后他就解释它们的意义。他解释了400年来已经失传的所有密码。他解释每个符号、每个字谜，并告诉朵洛丽丝，预言是关于哪个时代历史的哪一部分。朵洛丽丝说，在工作的高峰期，每小时可解读30条，这对人类大脑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之前，朵洛丽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4行诗预言，但最终他写出了与诺查丹马斯对话，一共3册。在这些书里的预言，对于我们所处时空的现实，有错也有对。老诺预测到2000年之后，人类将进入1000年和平时代。那时会出现一个被他称为伟大天才的人物，他将拥有奇妙的发明，人类将实现太空旅行，并拥有太空殖民地。要知道，在1986年，伊隆·马斯克只有15岁。有趣的是，老诺对朵洛丽丝说，他不是漂浮的幽灵，而是正活在16世纪的法国，写着预言呢。难道正如爱因斯坦曾指出的，时间是一种幻觉？或者也许是形而上学的同时性概念，时间并不是真实的，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吗？说回来，很多人不喜欢老诺，因为他的预言充满了愁苦或厄运。然而，老诺却一直在寻找一个连接到未来的纽带，因为他灵视到他的预言并没有被人正确解读、翻译出来。但是，时间即将到来，人们又不知道如何对待预言，一些可怕预言将要成真了。朵洛丽丝说，老诺联系未来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想要帮助我们改变未来，而且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有改变未来的能力。老诺说，人类的未来不是混凝土中的一个固定设置，而是一个事件的许多分支，有许多可能性。这印证了量子力学的叠加态概念，我会在后面进一步探讨。老诺说，他的预言只是向我们展示了沿着任何这些路径继续下去的最糟糕的情况。他相信人类可以改变未来，特别是如果人知道那个未来是什么。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来告诉我们，如果人不做改变，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将会发生什么最糟糕的情况。但是如果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并心念专注于相反的情景、相反的效果，那就是我们的未来。怎么理解老诺所说的意思呢？举个例子，如果你听说一颗陨石将要撞击地球的末日预言，你要集中意念，看到陨石在外太空就解体了，或陨石改变了运行方向，远离了地球，这就是相反的结果。地球长久和平繁荣地运行着，这就将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可以用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来。如果有人预言到地震，你要专注意念，大地板块一直只是小小的，释放能量，没有大的震动，一切安全正常，没有恐惧，那就是你的未来。记得千万不要去看可怕的场景，那些想方法让你相信的可怕预言的视频画面会进入你的潜意识，多少给你带来恐惧阴影，这样对你形成美好未来的心念不利。对此我待会再细说。这时你会问，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有用吗？我们的意念能被宇宙、道、造物主、上帝、神或者佛感知吗？台大前校长李嗣涔曾是美国史丹福大学电机系博士，他用科学的实验方法，从研究半导体到研究人体身心灵科学数十年。意念哈，完全是靠意念，不是靠语言。他说，与灵界或说信息场沟通是靠意念，完全是靠意念。伟大的美籍塞尔维亚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说，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就用能量、频率与振动来思考。思想意念是一种频率、能量、振动。我们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量子信息网络，我们的思想意念可以在这量子信息网络中相互感应沟通，也就是中国古人就感受到的天人感应，人与自然万物合一相通，相互感应。道家的吕祖心经云，天心即在人心见，人和天心，天福为。再来听听国际超心理学会主席、畅销书《意识宇宙》作者迪恩·雷丁博士 Dean Radin 解释为什么人的思想可以改变世界。But there's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which is suggested, it's pointed to by quantum mechanics,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world is not this clockwork thing, but it's more like an organism. It's a highly interconnected organismic thing of some type, which extends through space and time. In that kind of environment, what I think and the way that I behave has a much greater impact, not only on myself, but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 it would if it was a classical world. So from a very basic point of view having to do with morals and ethics, what I think affects the world. That's, I mean, in a sense, that's really the key for why a worldview change is important. 老诺也说，如果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力量就如此强大，可以想象一下群体的思想力量。群体的思想力量不仅会倍增，而且会呈指数增长，力量将是巨大的。只要了解了我们心灵的力量，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思想意念的力量。如果让很多人都专注于世界和平、友爱与发展，我们就真的可以创造奇迹了。朵洛丽丝强调，我们不是木偶，我们不要顺应预言，我们要改变预言，我们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这里老诺说到我们心念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同样，早在2500年前，一位觉悟了的人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来的佛陀，在很多佛经中
不断地强调心念的力量。正法念出经说，心为一切巧化师，能与三界起众行。楞严经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我们的这期视频可能会帮你觉悟世界的实相，帮你拥有自由自在的心态。一切都是我们的，为心所现，也都因我们的起心动念。专注我们生活的丰盛喜悦，我们就围绕着丰盛喜悦；专注世界和平、有爱、繁荣的心念，我们人类就有美好的未来。老诺说到，未来的事件有许多种可能性。现代量子力学的叠加态概念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说法。我们的这期视频比较详细地解释了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叠加态、不确定性原理与易经理论相互印证的类比关系。在量子世界中，叠加态表示一个粒子或系统处于多个可能状态的叠加之中，直到被观测或测量时才会坍缩为确定的状态。所以，千万不要接受可怕预言所呈现的结果。正如老诺所说，他作为预言者，往往给出多个可能状态中最糟糕的情况。你如果相信，你就会让最糟糕的情况坍塌成了你的现实。这些年，可怕预言满天飞，盲目相信、观看可怕预言的人又特别多。难道是说预言的人、早期观察者、相信者将事物发展的叠加态早早坍缩到了最坏的情况吗？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指出，我们无法准确地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固有模糊性。预言当然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某些预言可能基于某种超自然的神通、占星、天象分析或模型推断，但是未来的发展是受到众多因素、众多变量影响的复杂系统，所以预言都是含糊不清，让未来人只能自圆其说。未来的发展始终具有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所以不要让自己在恐惧中荒废了美好的时光。还有一种可能，同样相信可怕预言的人，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可怕的宇宙，而那些不相信的人却生活在另一个美好、幸福的宇宙。为什么是这样？有关量子力学，科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关于平行世界的理论。理论认为，存在着与我们宇宙类似，但有着不同历史和事件发展的另一些宇宙。每当发生一个量子事件时，宇宙会分裂成多个分支，每个分支代表一种可能性的实现，这些分支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未来的发展是由无数个可能性构成的，每一个可能性都对应着一个平行宇宙。人的每一个决策或事件的发生都会产生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情的发展与原来的世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决策点，在每个相信或不相信的节点上，我们都在不经意间踏入了一个新的平行世界。还记得那沸沸扬扬的2012年12月21日的世界末日预言吗？那时你在意吗？你相信吗？你恐惧吗？这是不是你处在现在这个宇宙中的原因呢？曼德拉效应也许正是平行宇宙交替的结果吧。吸引力法则是宇宙间强大的法则，你的实相由你创造。吸引力法则会回应那些一直萦绕在你心里的想法和念头。你所体验到的一切是来自吸引力法则对你所发出心念的回应。你把思想聚焦在某一件事物上，那么整个宇宙就会设法把这样的事物带到你的身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相信可怕的预言。如果我们过分相信这些预言，观看那些讲可怕预言的视频画面，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使得这些预言成为了自我实现的现实。预言在先，现实在后。这些年，以前没听说过的古今中外许多预言家，都被一个个深挖了出来。可怕的恐怖预言
以不同形式呈现，不断地让受众感到恐惧。难道是我们人类自己在吸引预言里所说的事件吗？在 Apple TV 上，那有史诗般视觉效果的《基地》系列剧是根据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银河帝国》《基地》7部曲小说改编的。在小说中，皇帝和其他利益集团都希望利用数学家哈里谢顿所创造的心理史学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为数学家说出他们想要的预言，会更让无知的人们觉得有可信度。历史上有不少皇帝也通过预言来确定了自己君权神授的地位，汉文帝刘恒、武则天、明成祖朱棣等等。1940年，德军用飞机撒下了大量所谓取自于老诺的伪预言诗，英国情报机关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展开了反德宣传。1943年，他们从空中向比利时、法国抛洒德文编辑的老诺的预言诗。让时间的齿轮回到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那是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当时有人在狱中传播一首认定革命成功的老诺诸世纪预言诗，以此坚定人们行动成功的信心，最终让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我们的时代，是否会有人利用预言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呢？2020年以来，世界风云变化，在网络上处处可见各种可怕的恐怖预言，几年了，不间断的呈现，一年又一年的要说服大家，什么时间就要有怎样的天灾人祸，末世或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了。这些多多少少给一些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焦虑、抑郁、恐惧、恐慌、绝望等等。其实，在圣经里，对于耶稣末世再来的时间是这样写的：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如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正如老诺所说，2000年后，人类将进入千年和平时代。对于这一时代，20世纪美国著名女预言家珍妮·迪克逊也曾指出，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被重塑和改造为一个没有战争或苦难的世界，一种包容一切的信仰将全人类聚集在一起。中国古代著名预言书推背图、马前课、梅花诗等等也都预言了否极泰来，天下大同，四海一家。许多灵媒，包括巴夏，也提到了2012年后，人类会渐渐地进入黄金时代，人类开发出环保、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科技高速发展，更多的人会追求精神成长，寻求内在的平和和智慧。人类集体意识不断提升，进入一个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为什么我们很难听到这样美好的预言呢？原来人类有一种负面偏好，也就是说，人们更倾向分享负面信息，人也往往会更多的注意负面的信息和事物，并强化这种体验。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事情经过你才能发生，你我正在进入这一黄金时代。在成功学之父拿破仑·希尔的人生智慧之书《战胜心魔》中，魔鬼说，他通过不断制造恐惧来控制世界上98%人的心智，让负能量在人心中滋生成长。恐惧是阻挠我们心灵自由、人生丰富、成功的障碍。让积极正面的想法成为我们的习惯，摆脱恐惧。让我们相信每个人内在都拥有神的灵，人人都可成佛。让我们的心念专注于世界的和平、友爱、繁荣、发展、风调雨顺。让我们应用我们心灵的力量，群体的心灵思想力量，享受老诺说的千年和平时代吧。您的支持、订阅、点赞、分享和评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能让更多人得到一束光。